好，回到節目來看的是美國軍事報《星條旗報》指出呢，今年夏天在夏威夷群島周邊即將登場的環太平洋大型海上軍事演習聯合演習，將會有31個國家參加，也創下了一個新的紀錄。那演習呢將會在6月24號正式展開。這次的演習主題是夥伴整合且做好準備，Partners Integrated and Prepared。那麼根據美國海軍第3艦隊的新聞稿指出呢，這次的演習為期5週，將會出動大約40艘的水面艦、5艘潛艦、140架飛機，還有超過25000名的人員，將會有創紀錄31個國家參加。那演習當中呢，在2024年看到是有29個那分別是來自南美、中美、歐亞大洋洲、中東的國家。這次呢又再增加了，變31個國家。這次演習項目呢，將會包括2棲作戰、火炮還有飛彈射擊能力。另外，像反潛、防空演習、軍事醫療、人道援助、災害應變、反海盜、潛水、打撈作業等等。這次我們來看今年度的環太平洋軍演呢，我先請教紀文雄，在經歷了像是美以伊的戰爭，到現在還沒有打完，台海中線之前也消失了。那今年度您怎麼觀察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它具備的重要戰略意義？特別是負責操盤的美軍。他們背後的一個戰略思維是什麼？那環太軍演過去來一直是整個環太平洋地區規模最大的演習。那這個演習其實已經歷經了幾十年。事實上，過去幾年台灣的媒體也經常參加，我個人就參加過2次哦。那見證這個在太平洋周邊進行的這種複合式的演習，確實規模很大。是，但我必須說，參與的國家雖然很多，那今年號稱數量更多。雖然手上目前還看不到精準第一次參加的國家，但是不可否認的，美國這些參加的這個朋友圈裡面，其實有親有疏，那關係比較好，像這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等，那這類國家一定是參加具有戰術性質的演習，包括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制海，甚至這個2棲登陸或者反潛作戰等等，但對於與美國關係不是那麼親密，特別平常只是這種低層次的，可能聯合這個進行這個人道救助啊、海上反海盜這些國家來講，他參與的這些科目通常比較不具備戰術性質，就是你不需要很完整的指揮通信管制連線，你就參加這一類演習。因此，過去中國大陸其實有派艦參加，俄羅斯也是啊，但他們參加都是參加這種低層次的演習。也因此，我認為你說要軍事威懾對手，那環太平洋我認為越來越看不到這樣的性質。高層次還是那幾個國家核心為主，反而是那種大拜拜哇，展示一個美國朋友圈這個哇陣容強大。像這個我的這個。什麼團隊越來越大？對，就是武林盟主這樣的地位。你看我一號召，大家都來共襄盛舉。但事實上，戰術層面或者軍事威懾對手，還不如美日、美韓或美日韓個別國家這種戰術性的演習，反而對於對手它的威懾性更大。但總體來講，我認為這次的演習其實當然規模那麼大，但是由於這個美伊戰爭還沒結束。美國的很多弱點，事實上今年其實暴露得更為清晰。因此，這次演習雖然還看不到一個完整科目的展現，但對於美國來講，各種精準飛彈庫存消耗大半，那沒辦法對於伊朗進一步的打擊。其實它目前的軍事窘況，其實是暴露無遺的。就這次在參與環太軍演的30個國家當中，還看到有荷蘭哈。那說到荷蘭呢，中國大陸國家的這個國防部發言人呢，蔣斌他昨天就針對最近幾天荷蘭海軍。有一艘叫做德魯伊特號護衛了一架艦載直升機非法侵入了這個中國西沙群島的領空，也強調說這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他特別提到，中方軍隊也組織了海空兵力，採取有效的措施驅離了這個荷蘭軍艦，並且呢向荷方提出嚴正交涉。另外，《環球時報》也報道說，南部軍區呢，出動了多艘的這個護衛艦近距離的驅離了荷蘭軍艦。解放軍的戰機也掛載了 PL-10空對空的飛彈，參與了這整場的驅離行動。一切的起因，當然就是荷蘭的海軍的軍艦這個艦載機直升機呢飛到了由解放軍實質控制權的西沙群島領空。
那荷蘭皇家海軍呢，則是公布啊，他們說其實他們是正在執行太平洋射手任務。在22號抵達菲律賓訪問3天之後呢，就會去參加剛剛提到的環太平洋軍演。在環太軍演的前夕，這個荷蘭戰艦呢刻意就是進到了這樣的一個範圍當中，跟解放軍你說是打招呼，那你怎麼解讀他這樣的意圖呢？我認為他是挾北約而親西沙，他是執行北約的一個他們一個共同的計劃。所以你看，北約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北約的歐洲的會員成員國裡面，包括還有加拿大，還有這些都不斷的進入到南海，還有台海，所以這是一系列的作為裡面。那荷蘭會有這個膽，就因為他是北約成員，他覺得你要動我的話，你就跟北約為敵，對，所以他雖然是小國，可是他這次派的這艘軍艦6000噸。是他的王牌軍艦，雖然蠻老的，可是上面的裝備還不錯，還有這個戰斧巡弋飛彈，聽說哈。那不過就是說，這個西沙群島，事實上它的水域相當的大，有50萬平方公里啊，它有7座主要島嶼，那麼整個島嶼數一共40座，所以就是說它在進入哪一個水域，現在沒有講得很清楚。可是核心部分是在永興島，永興島的位置，我想它應該是還有一段距離。永興島現在是已經設了，現在是上面有個叫三沙市，它是直接屬於這個海南島，那上面常住居民已經有2000多人了，它的面積事實上是2.6平方公里。那這個概念就是說，我們的太平島是0.5平方公里，所以比我們的太平島大5倍啊。对，那是不是最近也有變大不知道，因為有的時候在不斷的吹沙造島。那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核心地帶，所以就不曉得它侵入哪一個地方。不過就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其實是蠻嚴重的，因為它的這個軍艦是侵入領海，對，領海以後，它軍艦上的直升機、艦載直升機又起飛，那就侵入領空。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說是大陸方面講是3管齊下，一個就是電子的電波的壓制，來造成它的這個感覺受到威脅。然後還有就是驅離喊話，然後實際聽說這個052啊、056也都有這個軍艦最近就附近出動，所以很快它就知難而退了。是。那不過中國大陸，我覺得就任何一個國家來講，如果領空領海被這個入侵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就是說我們不曉得這個荷蘭是不是學美國說自由航行，我進入你領海有軍事艦艇進入他國領海實行無害通過的權利，所以他如果這樣主張的話，就跟美國一樣了。這點我還要查證。仗着後面有北約當做這個靠山的感覺。不過他我覺得比較有爭議，就是說他的艦載直升機也起飛就侵入領空。對。領空是不容侵犯的。以前立刻驅離啊。以前這個土耳其因為有一架這個俄羅斯的戰機侵入他領空，當場就打下來。那當時這個蘇聯時候擊毀一架這個韓航的民航客機啊，連人帶機一起把它擊毀，也是因為侵入領空。所以其實說實話，中國大陸雖然官方講就是說完全知道國際慣例進行驅離。可是在這次特別還要在這個香港兩岸會談來講的話，其實這件事情算是蠻嚴重的。對啊，最近這個像您剛剛提到的時候，我就想到像日本、菲律賓兩國最近也是一直往這個準同盟的一個關係去發展但擺明就是劍指中國大陸當然，大家也在看的說，他到底是真的有實力呢這樣做，還是說圖具一個形式會不會兩岸還沒打呢？這個中日就掀起衝突，這是大家在討論的一個議題。那提到在台灣這邊呢，雖然先前我們知道已經拍板了7800億的軍購預算，但是美方呢日前也宣布基於對伊朗發動了他們的史詩怒我行動，彈藥必須要優先供應，影響到了後續這個對台的軍售。其實除了伊朗呢，烏克蘭現在也很需要美軍的彈藥供應因為烏克蘭的空軍發言人就說，目前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烏克蘭防空系統可用的攔截飛彈數量有限美國制的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呢，仍然是唯一能夠有效攔截俄羅斯彈道飛彈的武器，可是就是武器不夠因為彈藥庫存都打光了，快要打光了
所以張老師認為，這個台灣這邊國防軍購通過，但是武器遲遲不來，我們難道就只能靠常常在嘴巴上面講的細盾嗎？好，那其實細盾這個名詞，其實先前已經有提出來。那憑良心講，台灣在這個半導體上的這個領域上來講，我們非常的關鍵，非常的重要。那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看，因為我們在半導體，我們這邊算全世界做的最好，所以半導體的熱潮，那我聽說現在是連我們的友邦國家，其實也都想要來台灣來學半導體。是哦，那所以其實這某一個程度看得出來，我們非常的關鍵。那另外一個部分來講是整個半導體的供應，那當然其實除了我們這邊所講到的國防這件事情來講，因為國防武器相關的這個裡面，我需要最先進的晶片。